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的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今天的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文。好，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立委李胜峰，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赖宇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前海军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大家还是最关心的就是美中的贸易战哦，因为接下来10月份就看川普跟习近平在 APEC 峰会上面有没有场边会。好，这可是大场面呢，所以我们要带大家来看一下现在的讯号哦。好，我们看到是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哦，他现在对中国生气哦，他说中国是正处在一场衰退或是萧条当中，而且他们呢试图透过出口摆脱困境，问题是他们反而恶化了自己在国际间的地位。好，那美国官员也说，这强硬派的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钢，其实早在夏季就对美方这边发出了威胁，虽然没有明确的提到了稀土，但是有警告美国说你们马上就会面临有如地狱烈火般的报复。好，所以如果以现在的新闻事件来看的话，这个地狱烈火般的报复有可能就是说稀土。好，当然也不止稀土哦，掐中软肋的地方还包含了是美国的大豆。好，美国代表他们贸易代表说，川普仍然可能最快是在11月1号要对中国商品加征高达100%的关税。好，具体的时间点要取决的就在北京在稀土争端当中的后续动作，那中国才是选择让情势升级的一方。好，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现在嘛，对稀土的限制，还有对大豆的部分也看得出来，在 APEC 峰会之前连环出招似乎就在探各自的底线，也在堆叠筹码。所以美中的关系最近经历了山车般的转变。好，有分析认为双方正在为了即将到来的会晤来争夺主导权。那预料会在互探底线之后让步，然后呢又达成了妥协。好，所以大家就持续关注啊，看这两方到底出什么牌，也是越看越精彩。好，那就看到美方他们现在又祭出了这个港口的部分说不只靠港费，现在川普还要对港口的设备来加征关税。好，要加重美国海运业的逆风好，美国这新一波针对港口设备的关税生效其实带给美国供应链跟海港产业一个新的关税逆风，而且可能会加惠其他国家的经济。因为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其实马上就做出了反应因为他们反击。好，他们说我们要对大陆的航运业、造船业以及相关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还有发展利益受影响的情况，赶快要启动调查。而且我们就要调查说，是否有相关的航运业者有协助美方的情势所以呢，他们当然有动作，这边一方也会进行反击，所以美中之间的较劲持续在上演当中。好，那我们也看到大疆现在也杠上了美国的国防部。好，因为被列为这个陆军工企业的清单，那大疆这边很强硬的对抗的是美国的国防部，因为不服判决要再上诉。好，因为2024年呢，大疆针对被列入了这个中国军工企业的清单然后提起了诉讼，法院审理之后做出维持将大疆列入该名单的决定当中，所以大疆现在说他们不接受也不认同这一个判定，所以已经在美国的联邦上诉法院当中提起了上诉。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在微博、百度热搜都是榜上有名，一个第4名，一个第5名。好，所以中国大陆网友就说，每次都是自己悄悄的没出制裁，继续买，你那么厉害，为啥不自己比个大疆，做个更厉害的好，网友就说美国这么厉害，那干脆就做一个更厉害的嘛。好，那现在贝森特呢，还有包含的是大豆的部分其实也是美中之间的角逐观点。好，看到川普批评中国去买美国产的大豆，说这是经济敌意的行为。好，我们看到川普说他觉得中国大陆是有目的性的选择不购买我们美国的大豆，因为让美国的大豆农民遭遇到了困难，他说这是一个非常敌对的行为。所以他的反制举动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标题说要
你禁购中制的食用油。好，但这件事情马上就有网络上的网友说，哇，川普真的搞不清楚状况，因为中国出口美国的食用油又没有多少，所以你这个举动根本是不痛不痒。好，那现在呢，针对美中的相关情势，我们看到最新的美股多数都是收黑的，所以确实最近呢，美股的震荡起伏也稍稍比较多一点点。好，那当然还要再回到的就是重中之重的稀土哦，川普的稀土政策也不惜代价，因为他不想让中国垄断嘛，所以现在哦又寻找了另外一个市场，就是澳洲。澳洲总理也将要访美哦，希望能达成关键矿物的协议，因为现在哦美中在打贸易战，也扬言要切断稀土的供应。不过澳洲正以其丰富矿藏争取要成为一个替代的选项。那澳洲总理艾班尼斯也要访问华府，澳方希望到时候就可以跟美国达成协议。好，所以美国政府也大举的投资了稀土的资源。那加拿大这边就认为说，有一些国安隐忧啊，那阻止又恐怕会惹怒川普哦，所以真的是陷入一个两难。好，过去1个月内美国政府已经入股了2家加拿大这个关键矿产公司，其实也让加国掀起了另外一重的国家安全隐忧。因为川普频频宣称希望加国成为美国的第51州，那这种投资的经济方式被视为是另外一种向渥太华施压的手段。好，那现在呢，美中的角力呢持续升高嘛，那经济层次包含的是川普计关税这件事情，也让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的这个部分是批评川普而且还扯到了中国明朝。好，我们来看一下内文是因为担忧在川普的治理之下，现任政府对高等教育以及科研的部分的攻击，可能会成为史上最大的乌龙球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莫基尔认为说，其实是中国明朝以来最大的乌龙球。有人说这个扯到中国明朝，有可能也是因为当时明朝有海禁，所以后续的朝代其实在这个中国的亚洲部分有一点点衰弱。好，不过我们等一下可以来问来宾怎么解读。好，我们先看到的是贝森特就讲说了，中国一直想拖我们美国下水。先问到的是委员，这样来想想看，这个美国大概有史以来第一次碰到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它的实力是全方位的、多面向的实力发展的国家，每一个项目它都有，或许有强有弱，它没有缺。它不像当年它面对的俄罗斯的苏联，大概是军事强国、重工业强国其他就不行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里面，我们现在来比较一下贝森特讲什么重要吗？我认为那就是一个国家实力跟话语权不成比例的结果所讨论的。今天假如希望不是拥有话语权，以他今天所拥有的实力，能够今天大登这个讨论的焦点吗？所以他是话语权超过了他的实力，所以换话就成为他的特点。请我们来比较一下中美这几个事情，让大家来看一看。第一个就是到现在为止，你可以看到川普一天到晚在出招，然后呢，习近平不动如山，就好像两个人在击剑了，一个大半天，一个在那点点淡定都等你不完了，嘣一刀就下去了嘛，这不是这样子吗？你现在再看到一个拿挡机了，就木个大半天了。但是另外一个不动如山，我们都晓得不动如山是有底气的。第二个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是中美之间在国际形象，包括川普跟习近平目前的国际形象跟人设是什么样子。所有人认为川普是不可掌控的美国总统甚至这个好像外交期刊或者是《纽约时报》，我忘了，我看到那一边就讲，假如我们的总统像5岁怎么办？就是说，在美国里面是把它当作是5岁的总统，但我相信没有人用这样的角度来形容中国大陆的领导人。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谁今天讲的话，国际社会会更在意。今天只是因为美国拥有的超过他国家实力的话语权，而中国是拥有了他低于他国家实力的话语权，所以就听他吹吧。那吹到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子呢？
第三个，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大陆所有的出招都有一个特点，第一个它是被动的，第二个谋定而后动。过去的出招是你来我往，从现在开始的出招不是你来我往，你打我什么我就打你什么，我不只是回应你，你有常备管辖，那我要跟你常备管辖。阿斯麦尔不能卖，理由是有阿斯麦尔里面有我的零件，有我美国的零件。那现在中国大陆说很好啊，你这个产品里面有用我的稀土所做的零件超过了多少比例，那就要经过我的同意啊。全部傻眼了啊！在切割里面很重要的那个钻石，人工钻石最大的生产量在哪里？在中国大陆没有，那就很多东西是不能切割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输赢胜败啊，好像是已经看得出来了啊！不管讲了多大的狠话，不管讲的什么，毕竟你把那两个比一比，从战略对比的角度来看，输赢胜败不是很清楚吗？最后这美国的油。哎呀，不要那么辛苦啊！美国那么多的大豆，对不对？有按外包自己榨油，不就解决了？好，我们接着问赖老师。大陆这一次的出手，确实让这个川普的整个阵营啊，他们很错愕、惊讶，然后很明显的，他们的整个手脚都乱了啊！你看，川普连食用油说不买都讲得出来，这代表他已经没有招了，他找不出办法来啊！所以找一个说我不买你的食用油了。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真的影响不大啊。那但是为什么川普会这么讲？就是因为没有东西可以讲的情景下，只好拿这个东西来讲。至少他说我也可以对你不买啊，这样的一个情形。贝森特开始要东怪西怪，怪到李成钢这个身上。可是他越怪，我想大陆的民众越支持李成钢的一个做法。也就是说，当然我们现在不知道贝森特所讲是事实还是不是事实。但是问题就在于，中国的谈判代表原来对美国的这些官员的态度是如此的强悍，这个在全世界各国中，面对于美国的谈判的这一群人的时候，都是卑躬屈膝的、低声下气的，而且是极尽被羞辱之能事。换言之，也就是说，不只是贝森特也好，或是鲁特尼克，或者是你所看到的格里尔甚至川普。他们对所有的来跟他谈判的人，他们的姿态都是居高临下、盛世凌人这样子，然后都是修理的，唯独碰到中国的时候是硬干的，而且是一点都不留情的，然后让他们觉得非常的这个承受很大的压力。这代表什么？代表中国大陆的底子很厚，而且大陆的本身的骨气很够。那这样的情形下，你看到这一出手，为什么这一次你看不管是贝森特着急了？然后格里尔讲话还说，我不允许中国大陆用这样的一个全球治理的体制来去统治全世界的这个稀土管理，他不允许就是美国不允许中国大陆对于全球的稀土进行这个统治权，他不允许。那我们要问的是，你美国不是一直主张实力说话吗？对不对？凭了谁的拳头硬嘛？那你不允许，我们又问又如何？他说我100%的关税，而且呢不一定是11月1号以后，也不一定是当天，还有可能会提前这个大家都很想笑为什么？因为从川普提出100%的关税，华尔街股市大跌，然后他又说不一定会克，然后又说一定会跟这个大陆的领导人会见面，然后都是他在说，大陆这边好像是不动如山。好，现在格里尔又提到100%的时候，为什么大家会笑？当初不是谈到285%了吗？也就是美国对大陆的关税要克到245%，又说285%，后来川普自己都说好像克太多了。但问题就在于245都没再怕了，怎么会对100怕呢？所以大家才会笑。现在格里尔又露出口风了，说不一定会见面，那就代表什么？我们的判断是对的，因为大陆从来没有说要跟你见，也没有说不见。那到目前为止都打在空气中。我想现在川普他真的束手无策，就是因为都打在空气里面。
对，根本没有一个回应嘛，有 respond，没有完全没有他才可以继续嘛，就都没有给他一个回应哦，他就只能一直打空气。就是当机 key 档嘛。好，店长，其实中美的贸易谈判已经进行到第4轮了，但是中国的态度一直都是把持得很稳，也就是不愿打，但是也不怕打哦。那其实中国大陆有没有给这个美国预警呢？有，我们刚刚讲到，中国大陆的首席谈判代表李成钢在8月的时候也就已经提到稀土，可是那个时候美国可能认为稀土就这样嘛，对不对？那就给你那个什么 T 呀、什么锗啊、什么加就给你弄嘛。现在端出来的菜单越来越多，而且从源、从量、从技术全面管制。这会儿，美国终于发现事态不对了。那刚刚讲到，有关于100%的关税的来来去去，其实这个还是要看看川普这本书啊，交易的艺术啊。那他这跟以前的不一样啊，这另外一页啊。他说他喜欢胸怀大志，但是呢，他说大多数人的目光短浅啊。那其实呢，这也是给了像川普这样的人很大的优势啊。那这是他在讲啊，那是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2015年，他还没有真正的遇上中国啊。那他现在说要对于这个港口的各种设施，那加征关税，拜托千万100%啊！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这样科关税，以后以后美国的港口就在中古世纪啊！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看啊。现在的这一个港口啊，所运用的这个跨运车，也就是它直接是调运这个货柜啊，这里都有一个人坐的地方。可是我们看看中国大陆的这个跨运车，有这个人坐的地方吗？没有。为什么？因为它全部无人化。只有这个无人化吗？不。它其实还有货柜运输车，以前我们看到的货柜运输车都是用人来开的拖拉的，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不但没有人，而且我们看到这边有一道，这个是干嘛？这个也就是它进去到这个自动化的进去，然后来装卸货柜的时候在干嘛？在充电。所以这个也就是你美国跟不上的地方，所以现在中国大陆无论是广州、青岛、洋山港以及我不知道的港口，全面的都这样改装。所以拜托你，千万100%的关税，让中国大陆的这么好的这种港铺的这一些运输工具，统统不要进入美国。以后你的这一些港铺设施呢，就继续的活在中古世纪啊。然后其实我们这样子看啊，现在其实是稀土先行，接下来大豆增压，中国大陆的工具箱里面还有没有其他的工具呢？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从《孙子兵法》来看，一定有，只是现在不告诉你。那而且呢，这个他们用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列宁式的这一个商业模式，对不起，你美国不要说中国大陆说的太早，现在我们看《纽约时报》上面出现了多少文章在讲美国这个管制那个限制买这个 MP Material 这些公司，美国早就是进入了国家资本主义，那个不就是列宁式的商业模式吗？所以大哥不要笑二哥。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持续来关心的是美国政府现在关门是不是会破纪录呢？好，目前看到已经进入到了第13、第14天哦。好，那财长贝森特哇，他最近真的是版面相当多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跟他有些关联性哦。因为川普商人嘛，他喜欢用经济来解决问题。好，那我们看到他是现在对外来求救，说政府停摆已经开始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
为了向美军发放薪资，政府不得不停止政府入员的薪资跟服务，所以他说也阻挡了对农民的补助啊。好，那现在看到停摆13天哦，美国的众院议长也说这可能会是一个专门最久的记录哦，但是民主党也说，我们都找不到任何人来协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先看的是共和党籍的众院议长强森哦，他是说我们正朝着美国史上最漫长的政府停摆加速冲刺，但是又要感谢这个川普说有确保军人的薪资如期发放，消除了可能迫使两党重返谈判桌的压力。好，但是呢，这共和党就说嘛，我们都找不到你们民主党这边嘛，民主党也说找不到你们共产党这里嘛。好，民主党这边怎么说呢？他说随着共产党对不起，是共和党，共和党，对不起，共和党实质上已经让众议院停摆，进入到了第4周。目前已经没有实质谈判进行哦，所以共和党人根本不见踪影。好，因为美中的话题讲太多，所以不小心就讲成了共产党。好，其实再次的更正是共和党跟民主党之争哦。好，那都永不重启哦。川普大砍民主党主导的计划，裁撤的清单在17号公布哦。那川普政府已经裁撤了4108名的员工，那本周将有200万人面临了停薪的处境。所以我们看到川普就讲说嘛，将在17号要宣布新一波的被裁撤最恶劣的社会主义哦，说办共产主义的民主党计划清单。那他也说这些计划不再会被重启哦。那这些停摆进入到第3周之后呢，这公务员现在被认为说好像变成了一个政治人质因为川普利用这次政府停摆的机会在重塑联邦官僚体系那重新分配一些管理的权限啊，或者是资源，好让公务员工被批评是政治惩罚。那预计会掀起一些连串的诉讼。那民主党就说啦，白宫让普通的公务人员成了政治人质，故意制造混乱。但是共和党说，我们裁员可能会导致关键政府的职能被削弱，引发长远的治理混乱。好，那现在美国的民众仍然是很多抗议我们现在看到这内乱蛮多的，尤其是洛杉矶县这边因为联邦移民的执法行动宣布要进入紧急状态。其实这是美国加州洛杉矶官员当天投票决定说因为持续的联邦移民执法行动，所以我们宣布要进入一个紧急状态。好，那 ABC News 就说该决定是以4-1投票来进行通过。那相关决定赋予该县的权利要协助财政上面受到了移民还有海关执法局行动影响的这个居民。那美国波特兰数百人也骑了这个裸骑单车就他们裸上半身，也就是要抗议川普企图派国民兵进驻。那有数百名的示威者在摄氏大约是10度的天气，参与着裸骑单车的大游行。那旧金山这边呢，则是有这个首善叛变惹众怒，砸150亿美元来灭火。我们看到了有这个创办人兼执行长他是受到纽时采访，他公开的表态支持川普向旧金山派遣军队。好，此为奥巴马跟希拉蕊募款的科技领袖，就现在的言论被认为是一个重大的立场转变。好，这个 Salesforce 呢，计划未来5年要向旧金山投资150亿美元，那要协助企业采 AI 代理，那也宣布要捐100万美元来增加旧金山警察的招募。所以外界关注他投注的这些投资能不能成功的平息争端，而且推动的是治安改善。好，那我们还要再看到的就是川普对美军这边也有进行独裁的管理吗？首先呢，就是军事大清洗了。我们之前看到有好几位军人将领都已经退休了。好，那这2位将军呢，包含是9月30号跟10月3号的一些这个像是这个托马斯将军还有布莱恩将军都相继宣布离职。那其实他们在离职之前美军就有数名的将军也被解雇，所以被认为是政治清洗。那后来川普不是又召开一个全球将军大会吗？好，大家也认为这是在清洗军队在城市开战，这不是简单的党派斗争，而是已经变成民族资本跟国际资本之间的矛盾，而且蔓延到的是军队还有国安的核心领域。
好，那我们看到了最有争议的莫过于是美国的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哦。好，那因为美国的战争部在9月有通知很多间可以报道五角大厦的媒体，要求记者需要同意不披露未经授权资讯，否则就要吊销证照。好，10月14号就要求传媒要允诺通知哦，遭到业界的拒绝。好，赫格塞斯就以挥手告别的方式来进行回应。好，但是呢，他不是之前有说吗？这个无肥胖部队哦，但是现在是不是在破坏川普的部署？因为像是驻扎在德州国民警卫队哦，就被遣返了，就是因为他们不符合战争部新的身高跟体重的要求。好，所以大家就说他根本就在破坏川普的计划嘛。好，那美军一起做这个俯卧撑哦，背后居然有大秘密，说因为美国正在被肥胖问题压得喘不过气，尤其是美军。好，他们从2012年到现在翻了1倍，那美军每年花15亿美元在治疗肥胖的相关疾病。好，我们首先还是要关心的是美国关门的问题，有没有可能真的成为史上最久呢？我们先问委员。美国最久应该是35天，所以距离35天还蛮长的，所以我们还可以继续看这一出戏啊。现在美国给你的感觉是其实一个乱治了得啊，但是呢也不要忘了，现在川普是想尽办法要把这个锅甩给在野党，但是当家的是你共和党，你再怎么甩，你共和党就是要去承担，就好像民进党一样嘛，他治国不好甩给在野党，这是不通的。这个社会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可是你会是最荒谬的一幕啊，是军人呢的家属既然领不到薪水，要去领救济金了，这个是匪夷所思啊！这好像是金华的时代啊，这不像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那因此大家就必须注意一件事：一个国家不管政治怎么动荡，有2股保守的力量是不能轻易去动它的。第一股呢，就是跟治安有关的情治单位。你不能随便动，警察啦，这个调查局啊什么，你不能动。第二个是军队，不是不能动，你必须要有完整的计划才可以去出手。包括你要把这个国家给这个政府机关关门的时候，这几个单位的薪资绝对不可以出问题，因为这涉及到国家的安全。可是呢，看得出来好像他不在乎这一些事，好像他不在乎。但是这个组织要是被弄垮了，是很危险。这是为什么我对民进党最近一直在行销我们的检调啊，把检调变成了这一个他这个嘎的呀，这我一直很生气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把这一股稳定社会的保守力量变成你私人的工具的时候，那是很可怕的。那么现在呢，美国显然好像正在干这样的事情。你再来看呢，他的军队那个乱治啊，国家责任荣誉。今天当美国的军人最糟糕的就是荣誉不见了。你有没有注意看他们在开大会的时候，每一个军人，哎呀，这个军礼服啊，笔挺的出现，再看这是一种荣誉感。可是赫格塞斯也罢，这个川普也罢，他的作为，他的言行，就是把军人的荣誉踩在脚底下。你们的荣誉算什么？我的权利才是至上。这个对美国的整个的军队是很麻烦的。所以看看呢，美国军队讲的段话，我简直不知道怎么来回应他。他说了：“哎呀，武器是给中国怕什么？我们有意志力。一个没有荣誉的部队啊，我就不晓得哪里会来产生他的意志力了。所以这个情况只有一个字：岂可一个乱治了得？那你把你国家乱成这个样子，你凭什么要去跟人家博弈竞争呢？而且何况那个国家刚好跟你的情况乱，刚好颠倒，它是稳。”那你看你怎么办呢？好，我们接着问赖老师。川普用很激进的手段来处理内部的问题，这不是改革啊，也就是说，川普并没有对于美国的国内的问题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改革啊，例如说教育体制的改革啦等等，他都没有。他不管是教育研究发展，他只是砍掉经费，但他并没有说我要对于这个我们的国民教育。例如说义务教育、12年教育的低落，在国际之间的排名一直往后退，我要进行一个改革，他没有，他没有对于高等教育出现的问题也进行改革，也没有，他是砍掉就是说你外国的学生到美国来读书，我限制你，我让大陆的、印度的等很多国家的学生更难到美国来读书，
然后他再把研究经费都砍掉，让研究发展里面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才会有诺贝尔的经济学奖认为说你等于是在制裁嘛，你在自我削弱。你的美国原本最值得骄傲的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研究发展的速度而且领先，而且不要忘了，今天苹果富可敌国，就是因为它的科技创新嘛，微软也是科技创新嘛。你会看到美国的这个 Meta 啦，所有的就是那10几20家的公司，它几乎撑起了美国的整个国家社会的经济，甚至撑起了美国国家的大部分的这个财政的收入，就是靠着那10几20家的公司。那代表什么？那些都是科技创新的产品，而它就富可敌国。那现在你要把自己砍掉，你的研究经费越少，你创新的那一些科技的企业就会越来越少。他们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川普没有在进行教育的、文化的、科学的什么的改革。内政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所谓的社会治安，社会治安的问题，他也没有说真的来去改革解决美国长期以来困扰这些大城市的犯罪率的社会治安。华盛顿的犯罪率高，纽约的犯罪率高，芝加哥他没有去解决这问题，没有解决游民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好，他就用激进的手段，就是我用强力的方法，社会治安不好，我就派国民警卫队进去。可是国民警卫队他没有办法去卧底，他没有办法深入毒枭，没有办法深入这些黑社会里面，他们去摸底，摸出他们的都没有办法。好。你看到他采用这种激进的手段，结果我们看到他要把健保砍掉的时候，那这个当然跟民主党就产生了矛盾跟冲突。这一次的预算案不能通过，然后造成美国政府的停摆，其实责任比较多的还是在特朗普。好，接着问舰长。我们之前看到美国陆军进行这个250周年的这个阅兵的时候，当然啦，步伐乱七八糟嘛，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说，其实这3个箭头的部分呢，通通都有小肚子，而且这个小肚子的这个大小呢，比起我个人来讲其实我们是并驾齐驱的。我那时候讲，很多人不服气啊。那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赫格塞斯他在我们看到每一年，这是美国海军官校跟西点军校每一年的盛会，也就是在进行这个美式足球的这一个对抗的时候，他先做了伏地挺身那也就顺便的破了一下世界纪录也就是全世界最多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都在做伏地挺身的人。其实他到底在强调什么？他强调的也就是我们讲到这个前往伊利诺州的德国的对不起，德州的这个国民兵其实比起我个人来讲，肚子还要大得多那这个要去维持我们讲到伊利诺州的实际上的现在的状况是非常难的。但是不过我们讲无论是在哪里，到底是当地先乱，还是因为国民兵到了之后才变乱的，那请这个川普或者是请这个赫格塞斯不要倒果为因。但是赫格塞斯其实他想做的到底是什么？他其实要做的是军事事务革新，也就是说他要把以前大家认为美国的军方现在已经进入科技化决胜的时代，所以胖一点没关系嘛。但是不是如此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从俄乌战场上面看来的，其实固有的无论是体力或者是我们讲到意志的部分，其实还需要继续的维持那不过美军要讲这个意志力的维持，那不要骗人了。从越战一直到波湾战争的时候，他们的最前线还是可以喝到冰的可口可乐的。好，所以刚刚舰长讲的是，他是赫格塞斯的体型标准，可能有这种概念。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
川普爷爷蛮注重他的外表的，因为我们看到《时代》杂志最新已经抛出了他的封面照，但是让他气噗噗，为什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封面照是这样，他觉得他没有头发啦，他说我头发没了，然后呢就半夜 po 文飙怒，都睡不着啦。然后呢他说真的是史上最糟。不过呢他确实现在也有一个宣言用他的名字就叫做《川普持久和平与繁荣宣言》这是美国跟3国一起签署的加萨和平宣言，承诺以外交的方式来解决争端。那现在在加萨的和平峰会大家也发现说，这个以色列特拉维夫有多个广告版都是有表达对川普的谢意，好，所以有这个大大的让川普相当的骄傲。但问题是，川普一离开中东，其实马上又有一些危机了，因为我们看到哈马斯似乎好像获得了美方默许，暂时负责加萨的治安为强化对加萨的掌控，所以他们的武装分子重返加萨街头，而且公开的处决了亲以色列的民众，还杀害了敌对势力的成员，所以未来加萨的和平还有治理真的都投下了变数。好，那加萨的内政部则说，这个哈马斯跟亲以色列之间的冲突造成了是至少27人死亡，还包含了8名的哈马斯成员。那哈马斯牺牲者里头也包含了他们的高级指挥官伊马德阿克尔的儿子这是负责军事情报的负责人。好，那以色列接收了人质之后，也对加萨有开火，好，造成了6人死亡。那有人说这是违反了停火协议，但是以色列军方也说这是因为有威胁，所以要开火予以排除。那加萨卫生单位就说，有6名巴勒斯坦人就遭到了以色列开火打死。那哈马斯现在呢也被川普警告，如果你不缴枪械的话，我们就会让你缴枪械所以是一种威胁。那哈马斯现在有移交4具的人质遗体，但是以色列军是警告说，其实如果你不全数归还，就会断援。但是哈马斯也回应说他们在搜寻遗体的过程当中还是遇到了一些困难，所以中东的局势恐怕真的是暂时的和平。好，那这个中东的和平峰会也是被大家关注因为像是埃尔段土耳其总统，他就在得知说纳坦雅胡可能受邀参会之后，他就说好，那我不去了，所以他的专机就掉头就不参加峰会。好，那我们要看到一个画面是卡尼加拿大的总理。好，在这一场里头他跟川普有一些特别的话语，我们先看一下。I appreciate you being here very much, Mr. President. I'm glad you upgraded me to president. Oh, did I say? It's good. I started. You said inside. 还在想加拿大要变成他们一州真的是川普他心心念念的都一定要讲在嘴里。好，另外还有一个史诗级的娱乐画面就是川普叫了施凯尔，就英国的首相，就施凯尔向前以为可以讲些什么，就川普自顾自的讲话，也不理施凯尔在后面，就施凯尔就退回到后面那一排领袖的位置就很尴尬。我们也看一下。United Kingdom, where's United Kingdom? Where's our friend? Where? Come here. Is everything going good? Very good. It's very nice that you're here. These people all came in like 20-minute notice, and I think it's fantastic. And we have so many others, and just so many others. And而且看到吗？这个梅洛尼后面的意大利总理，哇，又做了一个鬼脸，好，就是觉得也有点尴尬蛮好笑的。好，那当然川普的一举一动也都是各界关注的焦点我们先问到头发没了这件事情，对他非常生气。我们先问顺丰委员，这你为什么第一个先问我头发没有多吗？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你先给我讲清楚。不过您比较大度，对不对？开玩笑，对，开玩笑。不过这个川普我应该这样讲。以前我喜欢讲一句话，说世界有印度人类有欢乐现在是美国有川普世界有话题。一个堂堂世界最大国的总统，咱当然讲无代无才这无代无才，这没有个样子，不像一个国家领袖该有的样子，丢的是美国人的脸，真的，我们只能这样讲。人家讽刺你也好，角度也好，你看那个川普的头发是吹着蓬起来的，那个只要他一下水起来有没有，就跟我差不多了所以被拍到光头也不要觉得奇怪这个呢，
喜欢一下自己，接受一下自己，这又怎么样呢？这以前呢，你还记得吧？美国这甘乃迪跟这个谁，跟詹森两个在竞争提名的时候，最有名的一句话嘛，这詹森就讲，他要当美国的总统，要看头上有几根的白头发。甘乃迪的回答说，不是看几根的白头发，看头发底下是什么东西。一样啊，川普啊，几根的头发不重要，重要是头皮子底下想的是什么东西。世界的安危跟你有绝对的相关，不要把世界搞成这样子，把美国搞成这个样子嘛。这个是当然，再过来呢，这整个的中东的情况，我可以这样讲，可以大胆的预测，这一个和平完全是硬凑出来的，凑给川普做面子的。各位不要忘了，当时的南北就在季辛吉跟黎德寿双方签署了所谓的和平协议之后，然后黎德寿也好，季辛吉也好，两人都双拿到了诺贝尔和平奖。结果几年之后呢，就是发生的战争，南北也统一了，这不是对和平最大的讽刺吗？因为那是硬凑出来的和平，硬搞出来的和平。所以一个急着要当英雄拿诺贝尔奖的川普，他做这个事对不对？我们不能说他不对，但是他的急功近利啊，已经远胜于他精深设计来处理一个国际纷争的问题。他显然他是没有精力去做，他只想把它做好，然后就说你看我伟大，你看他一天到晚就在向世界讲世界有多少战争我处理的，其中最生气的就是印度说跟你无关呐，他说有是我的调停的，那等点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性格，还是一句话没代灾啊，这样子的结果将来已经为整个的中东埋下了一个战火，所以我可以大胆的预测，中东的战火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停止，可能还会继续有悲剧产生。好，这就是大家最担心的。好，我们接下来问就是赖老师，这个《时代》杂志的封面拍摄的手法是按照他们自己怎么认定啊，怎么去判断你是什么样的人，或者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他根据你的特点来拍的啊，所以并不是以你的美跟丑的角度，他有个镜头语言呐、对，就是说他不是要把你修饰的更美或者更帅哈。例如说，川普他对他这张照片很不满意，那我想这张呢，这个蔡英文会不会很满意？这张很有名了，在台湾当时也引起轩然大波啊。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会觉得是有点像那个 ET 啊，当然不是讲 ET Today 了哈，是很像那个 ET。当时有人是认为说，觉得有点类似，产生联想。当然不是了啊，这个女生都喜欢漂亮的，但是这个《Time》杂志它就是这样拍嘛，那他就跟你这样登出来嘛，那他不会考虑你的感受是怎么样，他考虑的是，我觉得这个代表你嘛，就把你拍出来。当然我不是讲说他认为这个蔡英文就像ET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好，你越描越黑。好了，当时呢，蔡总统其实这张照片真的是蛮多人在讨论，有像绿绿的那个嘛，对不对？但我一时想不到那个词是什么。但是赖总统并没有太多的蔡总统他没有太多的不好了，不喜欢对，他没有不喜欢的，所以都尊重这个杂志他的拍摄手法嘛。我回过头来讲，我觉得川普他对于中东的和平他太乐观了啊，以色列也太乐观了。2年的战争，哈马斯从这个坑道一出来，至少7000人，最少的7000人。那也就是说，他的武力受到元气有大伤，有受伤，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的武装力量还是相当的有威力的哦。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打了2年，以色列几乎每一寸土地都炸了，而人质还有几十个人还活着。那就代表这个哈马斯他们的藏身的处所还能够保护这些人质的安全不被以色列炮弹所摧毁。那你想，当他浮上地面上，开始又要重回去制造去维持这个加沙地区的社会秩序治安的时候，你看他把那一些人民围着一圈，然后把通敌的那些通以色列的人，他直接枪杀。那为什么民众没有反对？就代表绝大部分的200万的
这些巴勒斯坦的加沙人，他们是恨以色列的，恨就是哈马斯的土壤。所以我个人的判断是认为说，今天你川普你说哈马斯你把武器给我放下来，你做不到。然后他说你不放下来，你们会遭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你做不到，除非你把特种部队派过去。可是当你美国把特种部队派过去以后，请问谁是哈马斯，谁不是哈马斯？你分不出来。那他的情况又会跟他们当初在阿富汗打仗的时候一样，美国一旦卷进去了以后，美国就很难脱身，最后也是仓皇逃走。我觉得川普，你想清楚，你真的要干这个事吗？好，补充一下赖老师刚才讲的蔡英文哦，这个有像说是尤达大师，但是当时呢，蔡总统对，所以民进党他们的氛围是觉得说，也很不错啊，所以不像这个川普一样气噗噗哦。舰长，我们从刚刚一开始讲到，川普对于中国大陆使出的这个有关于稀土的管制他一下把关税提高了100%，后来又莫名其妙的说，没有，我们要看看会谈的结果。到现在对于头发的这个琢磨其实他的书里面其实也有写也就是他在这样讲说其实他认为这就是一种可控的神经质他是这样说他自己的他说当他人呢被这个神经质所困扰的时候呢，而我实际上来讲他是受益的那也就是说其实川普是故意这样营造的那这样营造的结果呢，其实我们看到其实这一个我们看到中东的和平，也就是当初为了这个诺贝尔和平奖，但是我们大家看这个协议的时候声明的时候，我们可以仔细的看，睁大眼睛来看一共有1、2、3、4，有4个国家其实没有签名。那当然以色列那它有别的原因，那另外的也就是哈马斯也没到，那沙烏地阿拉伯以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通通都没到。意思是什么？跟穆斯林有关的这一些国家通通都没到，到的都是什么 G7 国家G7 国家你都到齐了，意思是什么？大家做个球让川普开心一点嘛，对不对？所以川普一下又是看那个加拿大的总理卡尼那其实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了，那他已经很多次的在念念不忘把加拿大变成第51州除了在这一个椭圆形办公室里面之外呢，那椭圆形他这一次又讲了，还好我不是谈到51州那所以我们这样讲川普他对于某些事情的确是有他的一个坚持的但是这样的坚持对于中东是正面的吗？不一定也就是现在非常多的国际关系学者其实都预判着很快的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哈马斯他会有另外的行动。为什么？因为刚刚其实主持人念的那一个电视墙上面已经非常清楚了，他们其实格杀了反对的以及